北汽极狐考拉这款车自从亮相之后，就备受很多朋友关注。当然了，其销量并不是特别出众，主要是跟这款车的定位有着很大的关系。此车定位是一款亲子套装的一款车型，所以说在市场当中并不是特别走量车型，也可以理解。而且极狐考拉 S 又是一款全球第一款带有侧滑门的 SUV 车型。今天大家来看一下关于极狐考拉 S 这款车。11万级500公里续航，这款车到底怎么选？配置方面好不好？选择哪款车型最为合适？极狐考拉 S 性价比方面，此车作为一款全新车型，由 MPV 升级到 SUV， 官方指导价10.98万至11.98万。上市有2款车型，单论价格方面，相比较于比亚迪元 Plus 而言，其车还便宜了1.5万左右，甚至个别地区还有相关补贴与优惠。极狐考拉它是一款 MPV 车型，而极狐考拉 S 它就是一款 SUV 车型，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。不过呢，车身尺寸倒是比较相接近，车身长度是4500毫米，轴距是2820毫米这样的一个车身尺寸，整个的空间表现还较为不错。侧身设计是属于比较偏饱满的，并且加入了轮眉以及17英寸的轮胎，多色的铝合金轮毂。从这里可以看到，它就是一款带有侧滑门的 SUV 车型，而且是属于电动侧滑门的配置。这款车呢，它整个的空间质感表现是较为不错的。内饰以及配置方面，此车整体内饰设计比较简约，也比较符合当前主流。做工用料方面还算可以，毕竟是10万级别车型，不要求过高。多功能方向盘是采用皮质包裹，不过仅有上下双向调节。液晶仪表盘为10.25英寸，中控屏为14.6英寸，并且新车均采用电子排档设计。加入4G 车联网系统、WiFi 热点、语音识别、GPS 导航系统等配置。考拉 S 辅助以及操控配置方面，此车主流的实用性配置还比较齐全，标配有自动驻车、上坡辅助、3种驾驶模式、定速巡航、倒车影像、后部驻车雷达。其高配版本车型额外增加前车驶离提醒、360度全景影像、ACC 全速自适应巡航以及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。主被动安全性能方面，此车配有4个安全气囊、胎压显示功能、制动力分配、刹车辅助、车身稳定系统。高配版本车型增加车道偏离预警、前方碰撞预警、主动刹车、车道保持辅助系统、信号灯识别等配置。动力续航方面，极狐考拉 S 全部续航均为500公里续航，相比较于比亚迪元 Plus 而言，续航要长出70公里。电机最大功率163匹马力，最高时速160公里每小时，快充时间0.43小时，电池容量为58.6度。电池采用的是宁德时代极光电池磷酸铁锂，并且是前置单电机。极狐考拉 S 应该怎么去选？全新2025款车型，此车总计就上市2款车型。我们找到2款车型的相差地方以及相差的配置就好选择。2款车型在价格上相差有1万块钱，在配置上相差超过30项配置，这样就不言而喻了。整体配置肯定会选高配版本车型，毕竟30项配置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，如 L2 级辅助驾驶功能、360度全景影像、稳门记忆功能、前车驶离提醒、主动刹车、前方碰撞预警、车道矩阵保持等等，实用性、安全性能都拉满。